前世我觉醒了特殊品种的核心眷族，可我的眷族却对敌方造成不了任何伤害，因此我被学校当成废物无情抛弃。直到冒险时，我才发现眷族的真正实力在于寄生，它可以寄生到任何眷族身上成为寄生体。哪怕前世我每天靠捡垃圾为生，都培育出了3代寄生体，共计6个种类。可拥有如此 bug 眷族的我，还是遭到了核心眷族的叛变反噬致死。如今重生带着前世记忆的我，决定要先将眷族的信仰度提高到狂信度。可就在这时，我的耳边传来了班主任的声音。学校高层经过认真讨论，决定把那个保送名额奖励给蒋龙同学，希望你能理解。见我呆呆站在原地没有回应，一旁的蒋龙当即嘲讽道：“你个废物，刘老师在和你说话呢，你丫傻！”我反应过来，震惊地看向周围，劝自己退学的班主任刘峰，可抢了自己保送名额的蒋龙，自己这是回到了刚刚开启神域的时候。这是一个人人都可成神的世界，而自己在18岁开启神域时所觉醒的核心眷族却是无比弱小的变异铁线虫。因为核心眷族垃圾，不但高校承诺的保送名额只能拱手让人，就连我也没能撑到高考，就被班主任刘峰以跟不上教学进度的理由劝退。拿到了保送名额的蒋龙，则得到了高校的全力培养，只用了不到10年就晋升为神王。而我走投无路，只能去外域打工。结果在执行某项任务的时候，遭到核心眷族的叛变反噬，死在了任务里。2种命运天地之差，根源却系在那个保送名额上。我相信你会理解学校的安排。班主任刘峰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协议，协议上面写着我愿意主动将保送名额转让给蒋龙，只要你签下这份协议，我可以以个人名义资助你一支万骑的青狼军团，这可比你那核心眷族变异铁线虫强多了，足够支撑你考上一所不错的高校。班主任刘峰说着，将一支笔被递到我面前，陈星同学签下你的名字吧。班主任刘峰用不可拒绝的语气向我命令道。蒋龙目光灼灼，只要陈星签下这份协议，那个保送的名额可就是他的。上一世我就是信了班主任刘峰在协议上签了名，才导致自己未来10年都活在屈辱和不甘里。而现在既然重生一次，我可不会再重蹈覆辙。我没有去接笔，而是义正言辞道：“我拒绝签名。”班主任刘峰顿时有些恼怒：“你知不知道保送名额是学校的资源？以你现在的情况，有什么资格占着学校资源不放？”蒋龙则是嘲讽道：“就你那垃圾眷族去了好的学校，你能混得下去吗？那个保送名额是我2次年级第1的奖励，我就是浪费了也不会交出来。我不打算和2人再废话，直接表明自己的立场。”班主任刘峰猛然站起身来，厉声怒吼：“你觉得我是在询问你的意见吗？我是在通知你现在立刻把协议签了，否则我的班级将没有你的位置。”闻言我冷哼一声，上一世记忆中，即便是签了这份协议，并且凭着那支万骑的青狼军团在以后的考核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不照样被刘峰找借口劝退了吗？想要把我赶出班级随你的便，但是这个保送的名额我死都不交。说完，我直接选择传送回家，完全无视班主任刘峰的抓狂。班主任刘峰被我的行为气得满脸涨红，却拿我没办法。学校规定老师不能体罚学生，至少明面上不能。蒋龙则有些急了：“老师，你可是答应我的，肯定会把保送名额给我拿过来。我爸可是花了钱。”住嘴！班主任刘峰气愤地吼道：“我答应你爸的事情自然会做到，不想签协议，那我就想办法让他退学。凭他那垃圾的变异铁线虫，根本通不过我所设置下的考核。”听班主任刘峰这话，蒋龙才没有再追问。反正现在距离高考还有2个学期，时间还充裕，保送名额他蒋龙势在必得。另一边，我回到家，第一时间就钻进神域登录舱，登录自己的神域。一片草木丰茂的肥沃平原展现在我眼中，很快我就发现了自己的核心眷族所在，那是一条条形状似蚯蚓的虫子，被判定为变异铁线虫。上一世我也是这般认为，导致错过了核心眷族的最佳培育时间。直到后来在外域冒险时，一次偶然的机会，核心眷族寄生到了一名普通的哥布林眷族上，并爆发出强横的力量，我才猛然意识到自己的核心眷族根本不是所谓的变异铁线虫，而是一种寄生类的生命体，它们被称为寄生体1代毒液。而想要让这些寄生体真正觉醒并正常繁殖，就需要为它们找到一个契合的寄生目标。上一世我共培育出了3代寄生体，共计6个种类，每一个种类都具备不同的力量，这也是我敢于和班主任刘峰亮明态度的底气所在。这一世你们休想再从我手里拿走一点东西。我瞧着手中的寄生体喃喃道：“现在需要大量的哥布林，用来筛选出一个合适的寄生目标，而还是学生的我根本没钱，只能向爸妈讨要。爸，你砸锅卖铁的机会来了，我需要哥布林。”通话后，我手上多了2张分别存储着1000名普通级哥布林的卡片，我直接将这些哥布林放入神域中，随后控制着寄生体寄生在一只哥布林身上，瞬间该名哥布林全身就被黑色所包裹，体型增大2倍，并且变得极为好战。但没过5分钟，这名哥布林便暴毙而亡，黑色寄生体从他身上退下，要比之前多了几条。我知道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该名哥布林无法满足寄生体寄生的需求，我果断控制寄生体去寄生第2名哥布林，紧接着是第3名、第4名，一直到第1678名哥布林才满足了寄生体的需求。寄生体1代毒液正式觉醒，我赶忙查看毒液的信息。核心眷族寄生体1代毒液，眷族等级超凡级混合型生命体，其中等级分为普通、精英、超凡。英雄领主君王，眷族天赋强壮超再生。信仰等级非信徒，信徒分为非信徒、泛信徒、真信徒、前信徒、狂信徒、圣徒。见状我有些激动，毒液也在此刻发出觉醒后的第一声疑问：“你是谁？”我强压下内心的激动，用威严的声音做出回复：“我是你的神。”神，好吃吗？毒液嘴角流出晶莹的口水，反映出他此刻最为真实的想法。面对毒液最为直观的想法，我嘴角带起一丝苦笑。上一世毒液以及其后代的变种在信仰程度上都不高，这才导致我在执行任务时，核心眷族受到强敌的惊吓选择叛变，从而直接造成了自己的死亡。重生一世我绝不允许这种事再发生。现在的毒液刚刚觉醒，正是建设良好信仰的最
最佳时期。以我对寄生体一代毒液狡猾贪吃的性格了解，最佳方案那就是揍，狠狠地揍到毒液产生应激反应，让他发自内心感觉叛变这种事别说是做想都不能想。毒液有了契合的寄生身体后实力提升，已经想要亲口品尝一下神的味道。没等我出手，毒液就猛然冲出，张开那血盆大口扑向我。我乃是这片神域的主人，身形一晃便避开了毒液的攻击，但毒液显然是个不轻言放弃的吃货，继续张着大嘴朝着我扑来。我一边闪避，一边拿出一个能够释放出猛烈声波的大喇叭。我清楚地知道毒液惧怕声波，越猛烈的声波对他而言就越恐怖。在毒液再次扑过来时，我手持大喇叭发出一声怒吼，直接将毒液震得从哥布林身上脱离大半。但很快那些脱离下来的部分寄生体又重新包裹上来，继续朝我发起进攻。只是等待毒液的只有无力抗拒的声波镇压，还只是刚觉醒不久的毒液难以抵抗本能，连带着对我也生出几分畏惧。而畏惧是信仰的萌芽，我很清楚这一点。持续对毒液进行一次次镇压，当毒液快要饿死的时候，我又会丢给他一颗哥布林的脑袋补充营养，如此恩威并施，反复操作，在神域中足足持续了1个月。在这期间，毒液的信仰从非信徒飙升到了狂信徒，对于我的畏惧已经深深刻进了本能中。日后他遇到难以战胜的对手，就算是自杀也绝对不会选择背叛。对于自己的调教结果，我还算比较满意。如此一来，我就能够放心大胆地对毒液进行培养。眼下神域中还有近300名哥布林，我大手一挥，允许毒液以这近300名哥布林为食。毒液得到我的许可，兴奋地扑入哥布林群中，吃得不亦乐乎，直到吃掉100头哥布林的脑袋，他才吃饱，进入美好的休眠中。我见识到毒液的饭量，心里也在感叹其饭量够惊人，每顿饱餐需要100头哥布林，而且这还只是刚觉醒的幼年时期。日后随着毒液的成长，饭量只会更大。我得想办法弄个哥布林眷族群，给毒液当伙食才行，但这又需要资源。我的爸妈只是普通的神性生物，连半神都不是，无法为提供更多的资源。作为学生的我，只能想办法从学校获得更多资源才行。正当我为难之际，收到了一条来自学校的通知，是班主任刘峰发在班级群的群通知。明日班级将举行高3以来的第1次考核，考核成绩优异者将有丰厚的奖励，成绩最差的学生直接劝退。看后我脸上尽是冷笑，往常对于成绩最差的学生可没有劝退这么严重的惩罚，这显然是班主任刘峰在针对我，觉得自己的核心眷族变异铁线虫只能在这次考核中拿到最差的成绩，想要趁机将我劝退，拿走那个保送名额，属实够阴险。但我从中看到更多的是机遇，考试成绩优异者会有丰厚的奖励，以毒液目前的实力好好操作的话，未必不能在这次考核中拿到第1。我现在可就指着这资源来培养毒液，增强自己的实力。刘峰蒋龙这一事我可要好好陪你们玩玩。我冷声沉吟道。第2天我早早的就来到了教室，班里同学已经知道了我昨日忤逆班主任刘峰的事，看向我的眼神中都透露着些许古怪。平常喜欢和我讨教培养眷族的同学也不敢上前，生怕被牵连惹班主任刘峰不高兴。我对于这种情况满不在乎。这时上课铃声响起，班主任刘峰进入教室，目光环视落在我身上时，脸上多了几分狠厉。他还以为我今天不会来了，不过我来了更好，只要我考核成绩最差，自己找学校高层操作一下，今天就能走劝退流程。可同学们，今天这次考核是你们上高3以来的第1次考核，会涉及到核心眷族的指挥，和之前的考试有很大区别，还望同学们能谨慎对待。蒋龙很是得意的突然举手问道：“老师，您还没说这次考核有什么奖励？”班主任刘峰表情一怔，因为是第1次考核，所以这次奖励很丰厚，但只给前3名。顿时班里同学一阵哀嚎，全班40多人，却只有前3名能够拿到奖励。班主任刘峰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形。第3名可以在班级资源池里选取一件1级圣物，第2名可以在班级资源池里选取一件2级圣物，至于第1名则奖励一点神性。顿时学生们惊呼声连成一片。圣物乃是核心眷族最为欠缺的资源，可加载入神域中的神域核心中，能够作用于所有核心眷族的身上，效果显著。而1点神性更是了不得，神域文明的货币换算为1亿信仰之力、1神力、1万神力、1神性。信仰之力是眷族所产生的力量，无法用于直接交易。神域文明的基础货币还是神力，一个普通家庭1个月收入也就4000神力左右。蒋龙听后脸上的笑根本遮盖不住，他岂能不知班主任刘峰所规定的奖励就是给他留的，只因为他的核心眷族乃是天生超凡生命体的无齿翼龙，在整个班乃至整个学校的学生中都能够排得上前列，这一点神性他势在必得。我淡然面对班主任刘峰提出来的奖励，随后也问出一个问题：老师，我想问没有通过考核的同学是否也能拿到奖励？顿时同学们笑声一片，你是不是脑袋抽筋了？奖励只有前3名才有，没通过考核怎么可能进入到前3名？之前考试你老拿第1，现在改成考核了，以你那垃圾的核心眷族，别说第1了，不被淘汰都算你运气好。各种嘲讽声接连响起，这些同学明显是想要靠贬低我来获得班主任刘峰的青睐。班主任刘峰对同学们的表现很是满意，但还是要做样子回答问题。没有通过考核的同学属于不及格，自然不能拿到奖励了。还有就是成绩最差的同学会被劝退。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那如果有人来抢夺我的任务所得，又该如何处置呢？我继续问道。处置？你以为就凭你那垃圾铁线虫能有什么收获？周围又有同学嘲讽道。班主任刘峰表情严肃了一些，被抢只能代表你的实力不足，还缺历练。老师只看最终的结果，
我点点头，心里已经做好了打算。随即班主任操控教室里的设备，将所有同学的意识统统传送到考核空间之内。考核空间能够尽最大可能的模拟出真实状况，因为进入其中的乃是意识体，所以即便是在里面厮杀，也不会导致学生和卷组死亡。所有同学被分到了考试空间里的不同区域。这片考核空间里存在着数以万计的普通生命体灰羽雀，每只灰羽雀头顶会长有一根粗壮的羽鳞，他们的任务就是至少拿到100根灰羽雀的羽鳞，拿到的越多，考核成绩越高。不知道其他同学看到这一要求是何感想，但我只感受到满满的针对。灰羽雀这种生命体最喜欢吃的食物就是铁线虫，甚至在遇到不同食物时，会优先选择铁线虫进行捕食。还有就是灰羽雀会飞，相对于大多数生命体而言，存在不低的捕捉难度。而蒋龙的核心卷族无齿翼龙也会飞，并且喜欢以鸟类做食物。班主任刘峰也下了不少的心思呢。不过那又如何？我直接沟通神域将毒液释放出来。正常哥布林身高只有1米左右，但被毒液寄生，再加上这些日子的培养，其体型膨胀了3倍，足足有3米高，活脱脱的就是一个黑色的巨魔。虽说其生命等级还没有达到英雄级水准，却也已经相差不远。只要拿下那一神性的奖励，我就能购买到合适的资源来帮助毒液提升生命等级，甚至可以着手培育寄生体2代。刘峰，这一次我要让你赔了夫人又折兵。我心里暗道。毒液则是好奇地观察着周围，开口道：神明我饿，很快就让你吃到好吃的。我安慰道，随即开始向周围探查，找的不是飞在天上的灰羽雀，而是散落在考核空间各处的同学。毒液在食欲的催动下背着我快速奔跑，很快就找到了一名正在指挥卷族布置陷阱的同学。那名同学看到我和毒液后十分意外，毕竟我核心卷族为变异铁线虫的消息在班里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而眼前这尊看起来像哥布林，却又和哥布林差距很大的家伙是什么？没等这名同学发出疑问，我已经下达命令让毒液动手。毒液当即张开大嘴朝着那名同学扑去。学生们当前刚刚觉醒，核心卷族不久，实力都不强。毒液这种超凡混合型生命体的存在完全就是碾压。那名同学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就被毒液袭击一口啃掉了脑袋，所唤出的卷族也随之消散。毒液嚼着那名同学的脑袋，发出一声声兴奋的欢呼：好吃好吃，好吃就继续吃，咱们去找下一个。我很是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胜利，并从那名同学意识体消失的地方找到了2根羽鳞。虽然距离要求的100根羽鳞还有很大差距，可毕竟现在才刚刚开始。在我的指挥下，毒液向着另一个方向狂奔，另一边蒋龙正指挥着自己的核心卷族。无齿翼龙无情收割着灰羽雀的生命，这一点神性用来买什么好呢？蒋龙已经在计划使用即将到手的奖励。这时一名同学闯入到了他的捕猎范围。蒋龙同学别动手，我过来只是想找你商量点事。那名同学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向蒋龙靠近过来。蒋龙对这个同学有印象，其名为张伟，所觉醒的核心卷族为天生精英生命体的黑铁地精。你有什么事？蒋龙淡然说道。他丝毫不担心张伟可能偷袭他，因为他觉得自己足够强。张伟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说明意图：我想和你做一笔交易。什么交易？你也想拿那一点神性？蒋龙语气中带上一丝不悦。那怎么可能？以你的实力，第1名肯定是你，我的目标是第2名那件2级圣物。张伟赶忙解释道。不过这次考核，我核心卷族的实力发挥不出来多少，班里实力和我差不多的也有3、4个，如果不想想办法，这第2名很可能就落到了他们手里。所以我特地过来找你的目的，就是想要从你这里购买一些羽鳞。蒋龙很是不屑。购买？你拿什么购买？一件2级圣物少说也得2000神力，你如果能给我2000神力，我帮你一把也无所谓。张伟听后心里暗骂一声，你当我傻吗？有那2000神力，我自己去买一件2级圣物不香？可为了交易，张伟还不能得罪蒋龙。2000神力太多了，我能够拿出来的筹码只是一件1级圣物，这件1级圣物很适合你的核心卷族。张伟说着将那件1级圣物的属性展示给蒋龙看。蒋龙目光扫过，1级圣物风翼化石，加载入神域核心后，有一定几率令核心卷族领悟技能风之翼。天生拥有飞行能力的生命体，领悟几率会大幅度提升。蒋龙眼睛当即就直了，这件1级圣物确实很适合自己的核心卷族无齿翼龙，而且以无齿翼龙捕捉灰羽雀的效率，帮张伟拿到第2名也就是顺手的事。当即蒋龙就答应了这次交易，双方达成一致，等张伟拿到第2名的奖励后，就将1级圣物风之翼交给蒋龙，蒋龙则是指挥无齿翼龙，以更快的速度收集更多的羽鳞，将其中1/3交给张伟。张伟也乐于坐享其成，毕竟他花钱了。班主任刘峰默默注视着考核空间里各位同学的表现，他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蒋龙这边。蒋龙的无齿翼龙果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收集羽鳞的速度远超他人，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当然，张伟选择和蒋龙交易这事，也没有逃过班主任刘峰的眼睛。他并不反感这种脑子灵活的学生，甚至觉得这种懂得取舍的学生更具有培养价值，未来可以稍微进行资源倾斜，来帮助张伟把核心卷族也培养起来。毕竟黑铁地精天生精英生命体，擅长制造机械，若能拥有大量资源，其战力同样不可小觑。看完了好学生，班主任刘峰想起了我，以我的核心卷族变异铁线虫，怕现在已经被灰羽雀吃光了吧。带着这种想法，班主任刘峰将视线转移到我的身上，随后就看到了令他震惊的一幕。什么玩意？那个身高接近4米的大块头是什么东西？他怎么会听我的命令？还有就是班主任刘峰注意到，已经有18名同学从考核中退了出来，而他们的成绩更让班主任刘峰感觉头皮一紧，竟然都是0，这已经算是教学事故了。1根羽鳞都没搞到就退考了，不可能啊！他们的核心卷族不应该那么差。查看回放，班主任刘峰才知道了缘由，是陈星造成的这次教学事故。他在打劫其他同学，用的就是那个黑黢黢的大块头。你这简直就是在找死！明目张胆的使用不知道从哪找来的卷族作弊。
这下我能申请直接开除你。班主任刘峰冷声道。不过班主任刘峰想了想，并没有当即利用权限取消我的考核资格，他要等我拿到第一，与那一点神性奖励触手可及之时，再给我当头一棒，这样所带来的痛苦才会更猛烈持久，让我悔恨终生。考核空间里，我越打劫越觉得爽快，在毒液的强大实力面前，其他同学根本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这让我体会到了力量的滋味，但依旧没有满足。全班所有同学中，唯有蒋龙才是这次考核第一名的最有力竞争者，不把蒋龙淘汰，我岂能安心？加快寻找的速度，很快就发现了蒋龙的核心卷族无齿翼龙的踪迹。我自言自语道：上一世没机会，这一世我肯定要好好折磨蒋龙一番，为上一世的自己出气。毒液接下来你就寄生在我的身上。由于毒液吃了这么多脑子，对于我的信仰更加狂热，当即从那只哥布林的身上退下，附着在我的身上。转眼间，一尊4米高的黑色小巨人出现在考核空间内。我久违地感受到了被寄生体通体附着的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好像无所不能。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缺陷，那就是我并非寄生体1代毒液的完美契合者，最多只能够发挥出毒液80%的力量，而且在寄生期间，我会被毒液不停地抽取体内能量。目前最多只能让毒液寄生2个小时，超过2个小时，器官就会出现衰竭症状。这也激励着我得尽快培育毒液的变种。我目前所掌握的另外5个变种中，有一个3代变种能够和他身体完全契合。做好准备，我猛然闯入无齿翼龙的狩猎圈。无齿翼龙本来还在玩耍一般的捕捉灰羽雀，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大家伙，着实把他们吓了一跳。但作为强悍的翼龙家族成员，无齿翼龙有着很强的地盘观念，当即就有一头无齿翼龙朝着我发起进攻，而我则将寄生体集中到右手上，化作一只巨爪，直接将那只无齿翼龙抓住。然后我满口狰狞的利齿弹出，一口就咬在无齿翼龙那尖尖的头部，那只无齿翼龙就被秒杀。作为无齿翼龙的主人，蒋龙在无齿翼龙死亡的一瞬间就感应到了，果断乘着无齿翼龙来到现场，就看到我正嚼着无齿翼龙的头部。此举瞬间让蒋龙心态炸了。混蛋，你是什么东西，竟然敢杀我的无齿翼龙！我故意散去盖住头部的寄生体，露出自己的脸来。怎么会是你？你身上这些是什么？蒋龙有些不知所措，他明明记得我的核心卷族乃是垃圾的变异铁线虫，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力量？他所能够想到的就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我作弊。为了拿到第一，你竟然选择作弊！我告诉你，你完了！等考核结束，我肯定举报你，让刘老师把你开除。蒋龙怒声吼道：“那不也得等到考核结束才行吗？现在你就安心做我的口粮吧！”我时间有限，当即发起更为猛烈的攻击，随即借助周围树木快速攀爬，然后纵身跳跃到蒋龙所乘骑的无齿翼龙身上，一只利爪猛地扣在蒋龙的脑袋上，逐渐用力。考核空间无法真正的将学生杀死，但所受到的疼痛却能够近乎100%的传输到学生的身上。顿时蒋龙疼得全身抽搐，嘴上却尽是谩骂和诅咒。直到我将蒋龙脑袋捏爆，周围才安静下来。大量雨林随着蒋龙的死亡散落，四周的无齿翼龙也随着主人的死去而消失。我重重落地，嘴上嘀咕着：真没劲，他死的未免也太容易了。按照无齿翼龙的实力，蒋龙本不该这么快就被我解决，只是因为蒋龙的战斗经验太少，傲慢自大，没有在第一时间和我拉开距离，才导致还没有展现出核心卷族的优势，就被我击杀，属实憋屈，算是为上一世的仇恨收回了一点利息。然后我开始收集掉落在地上的雨林，不经意间看到了躲在不远处的张伟。张伟自知躲不过，只能尴尬地从树后走出。事先声明，我和蒋龙不是一伙的，只是普通的合作关系。继续说，我马上就要信了。我将毒液附着在身上，并朝着张伟一步步靠近。张伟了解自己的实力，硬听根本不现实，他当即快速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和他真是合作关系，我承诺用1件1级圣物换他的雨林，想要拿下第2名。现在他死了，我想和你合作，价格你来定。说完这话的时候，张伟满脸尽是冷汗，因为此时我的手掌就停在他头上空5厘米的位置，但凡再晚1秒，他的脑袋就会被拍碎。价格我来定。闻言，张伟赶忙继续说道：只要价值不超过第2名那件2级圣物的价值就行，你多少也得让我赚些。我在思考，2级圣物普遍价格也就2000神力上下，在拿到第1名的1神性奖励的前提下，再多赚些也不错。给我1500神力，我保你第2名。现在这个状况，张伟只能答应。那就合作愉快。张伟带着讨好的笑，伸手去握了握头顶那只巨爪的一根爪，而这一幕被班主任刘峰看得清清楚楚，他看好的第1名都被秒杀了，这让他还怎么忍耐？他不再犹豫，直接停止考核。所以同学意识回归本体，在教室座位上苏醒过来，其中大半都无比气愤地瞅向我。蒋龙恢复意识后，更是直接抱起冲向我：你个废物，你特么敢杀我，我弄死你！班主任刘峰担心事情闹得更为复杂，赶忙重重拍桌训斥道：所有人安静，都给我回到座位上！蒋龙听后见班主任刘峰面容严肃，也只能满脸不爽地退回自己的座位。班主任刘峰这才发声质问：你在考核期间公然作弊，破坏秩序，造成严重的教学事故，你可承认？面对班主任刘峰的厉声质问，我不卑不亢地做出回答：我都是按照考核规则办事，考核出了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至于作弊，更是污蔑。我倒想问问刘老师，你哪只眼睛看到了我作弊？一时间，教室里的学生直接炸了锅，他们都觉得我是疯了，敢这么和班主任刘峰说话。特别是那些被陈星所淘汰的同学，他们可是亲眼看到了我所召唤的卷族，那压根就不是铁线虫。班主任刘峰被我直接气笑了：真当考核没监控啊？你问我哪只眼睛看到了？
那我就告诉你，我2只眼睛都看到了。班主任刘峰说着，直接将我在考核空间中所召唤的毒液，以立体3维形式展现在所有同学眼前。你的核心卷族是变异铁线虫，你敢说这是变异铁线虫？可我见状却完全没有丝毫心虚。对，这就是我的变异铁线虫。班主任刘峰顿时气得脑仁疼。他虽然能够监督考核进度，却无法观测到毒液的具体信息，但以他10数年的教学经验，他认定毒液和变异铁线虫绝无任何关系。变异铁线虫再变异也绝对变异不成那副样子。你小子是见了棺材都不落泪，你有本事继续保持你的态度，我现在就向学校高层申请开除你这个害群之马。班主任刘峰不准备进行无意义的口舌之争，他认定了我作弊，那我就是在作弊。申请很快就传到了教导主任赵林那里。若只是一个普通学生因为作弊被开除，教导主任赵林绝对不会有丝毫犹豫的选择同意。在他看来，老师不会凭空污蔑一个学生，毕竟哪个老师会拿自己的职业生涯来开玩笑？可见被要求开除的学生是连续2年拿下年级第1的我。教导主任赵林高低得亲自来看一眼是怎么回事。下一秒，教导主任赵林亲临到我所在的班级。赵主任，他公然作弊，还恶意打劫其他同学，严重妨碍其他同学进行考核，属实是罪大恶极。班主任刘峰一上来就向教导主任赵林告状。教导主任赵林目光落在我身上，陈星同学刘峰老师说的是否属实？我冷哼一声，一派胡言，我所有行为都符合考核制度，他就是想要抢走我的保送名额，想要诬陷我。班主任刘峰脸色顿时铁青，连忙否认道，简直是胡搅蛮缠，保送名额是学校的资源，我要求将它交给更为优秀的同学有什么错？再说咱们现在讨论的是你作弊的事，和保送名额有什么关系？不要混淆视听。说着，班主任刘峰直接将考核空间内的影像展示出来，它的核心卷组乃是变异铁线虫，可您看这影像中的生命体根本就不是变异铁线虫，这不就是妥妥的作弊吗？教导主任赵林看了影像也是眉头皱起。我作为连续2年拿到第1的尖子生，自然被学校高层所注意，核心卷族是变异铁线虫的事，高层们也都知道。眼下证据足以表明我就是在作弊，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吗？教导主任赵林询问道。我没什么可讲的，赵主任如果想认清真相，到我神域内看一看即可。我依旧很淡定，毕竟自己很清楚自己根本没作弊。但凡眼前的教导主任赵林有一点为学校争光的心，就绝不会和班主任刘峰同流合污。教导主任赵林听后点了点头，在得到我的允许后，动用权限进入其神域内进行查看。班主任刘峰也想要进去，却被我直接拒绝，冷冷回了一句：“你也配！”气得班主任刘峰真想动手抽我2巴掌。在我神域内，教导主任赵林瞧见了我的核心卷族变异铁线虫，随后我就展示了自己独特的技巧。在问问的命令之下，变异铁线虫们聚集在那头哥布林的身上，化作毒液的模样，其超凡及混合型生命体的气势令教导主任赵林都心惊不已。这世上竟然还有如此神奇的生命体！感叹之余，赵林看向我的眼神也变得不一样。此等人才绝对是为学校争光的种子选手，不但不能开除，还得多加培养，搞不好能成为这一届的高考状元也说不定。你的作弊嫌疑已经洗清，日后可要好好加油努力，老师期待你日后的表现。教导主任赵林夸赞几句，随即退出我的神域。见教导主任赵林出来，班主任刘峰赶忙上前，我就说他在作弊。教导主任赵林当即抬手制止了班主任刘峰继续说下去。刘老师，我已经查明陈星同学并没有作弊嫌疑，作弊一事就不必再谈了。班主任刘峰当场傻眼，他现在怀疑教导主任赵林是被我收买了，可转念一想，以我家的条件，能拿出什么让教导主任赵林看得上的东西？有那条件我直接用在自己身上不好吗？赵主任说是就是吧。班主任刘峰无力地表示道。但陈星破坏其他同学考核这事是事实，绝不能轻饶。教导主任赵林立刻眉头皱起，向我问道：“陈星同学有这事吗？”我很是坦然地承认道：“不过我都是按照刘老师的吩咐做的。”他说：“我警告你，可不要诬陷我，你有证据吗？”班主任刘峰当即阻止陈星继续说下去，但我早有准备，我录像了。这下班主任刘峰脸都绿了，他完全想不到我早有预谋，在考核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在算计自己。教导主任赵林看完我的录像，脸色严肃起来：“刘老师，你随我出来一下。”随着2人离开教室，教室里顿时就沸腾起来。他们看到了什么？我和班主任刘峰对着干，结果还赢了。鑫哥，你真牛逼！我张伟服了。张伟主动向我表示佩服，我淡然一笑，没说什么。这只是我复仇的开始。蒋龙看向我的目光却充满了怨毒之色。看眼下状况，那考核第1名的1点神性是拿不到了，那可是1点神性啊！都怪陈星这个垃圾。良久，班主任刘峰带点垂头丧气的走进教室，他被教导主任赵林批评了一番，还扣了奖金，属实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连带着看向我的眼神都带上了几分怨毒。但他不得不按照教导主任赵林的话去做。本次考核第1名陈星，带着十足的怒气，班主任刘峰宣布道。班里同学大多没什么反应，而这时我猛然站起身来，不知道你之前说的话还算不算数？答应的1神性奖励会下发到你的账户。班主任刘峰没好气道，我却摇摇头。我问的是，你说会把成绩最差的同学劝退的规矩还算不算数？说着，我目光扫向班级里的同学，其中有20多名同学因我的抢夺考核成绩为分数为0，也就是说要劝退的话得劝退班里1半的人。这下别说是班主任刘峰了，班上1半的同学都愤怒地看向我，就非要提这茬吗？本来大家都不提，法不责众，大家都有台阶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可我非要提这条考核之前就定下的规定，这几乎是打了半个班的脸。班主任刘峰的脸更是被打得啪啪作响。班主任刘峰现在肠子都快悔青了，他所制定的各种针对我的规则，现在统统反了过来，成为我用来攻击他的武器。他这次算是在所有学生面前颜面尽失。没等班主任刘峰做出回答，我率先开口道：“老师别当真，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怎么可能真让老师把所有成绩最差的同学劝退呢？”班主任刘峰和那些同学皆长出一口气，但随后我又补充了一句：“我也劝老师以后老实点，
别搞什么小动作，否则吃亏的很可能是你自己。班主任刘峰顿时气得瞪大眼睛，却说不出半个字来，强行深呼一口气后才憋出2个字：下课。回到自己的住所，我先是收到了1神性的考核奖励，随后还收到了张伟1500神力的转账。陈星，你太厉害了，以后我管你叫星哥。张伟留言道。今日我公然对班主任刘峰的姿态，简直让张伟为之疯狂。我心情大好，回复了一句：以后有机会多多合作。张伟当即回复道：好嘞，星哥。共计11500神力，便是我这次考核所有的收获。这一次算是和班主任刘峰彻底撕破了脸皮，日后少不了被针对。为了以后能够不被班主任刘峰算计，我必须得让自己变得更强才行。11500神力中，先是拿出5000神力，用来购买哥布林作为毒液日后的食物。随着5000神力消耗，5张封存着1000名普通级哥布林的卡片出现在我手里，直接将这些哥布林从卡片中释放出来，圈养在神域中，任由他们繁殖发展。5000名哥布林数量并不算多，但也能够让毒液吃上一阵子。做完这些后，我开始琢磨让毒液晋升英雄级生命体的事。毒液想要提升有2种途径，第一种是提升变异铁线虫本身，第2种则是让寄生目标更加强大。我决定双管齐下，在神域文明的商城里进行筛选，寻找适合寄生体的圣物。因为我的神域核心还只是最初始的1级，所以能够挑选的目标也只能是1级圣物。在神域文明商城海量的圣物目录中，我很快就找到了3件还算适合寄生体的1级圣物。1级圣物橡胶果实，加载入神域核心后，有一定几率令核心眷族获得具有弹性的身体。1级圣物赤色图腾，加载入神域核心后，能小幅度提升核心眷族的力量。1级圣物翠绿藤蔓，加载入神域核心后，可小幅度提升核心眷族的自我修复力。3件圣物各有特点，其中以1级圣物橡胶果实效果最佳，能够赋予寄生体如同橡胶一般具有弹性的身体。这让我想到了寄生体2代的一个变种，就是拥有类似的能力。于是我当即做出决定，就选1级圣物橡胶果实。到手中后，我直接将其加载入神域核心之内，顿时一种特殊能量自神域核心中扩散，将所有的寄生体都囊括在其中。大概有1成的寄生体受到影响，身体变得更加坚韧，并获得了非凡的弹性。我拿起一只寄生体试了试，能轻松拉伸到原本体长的5倍之多，这最多只能算是一种体质改造，达不到变种的程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寄生体们重新聚合为毒液后，因为其中部分寄生体获得了橡胶体质，导致毒液身体更加强韧，并且攻击也变得更为猛烈。我顺势对寄生目标的哥布林进行提升，针对哥布林的提升就要简单很多，只需要购买针对力量、速度、体质相关的强化药剂即可。我花费600神力购买了3种强化药剂，打入那名寄生目标哥布林的体内，从普通级直接提升到超凡水准，自身提升促使毒液综合实力获得提升，直接晋升到英雄级混合生命体层次。顺便还领悟出了一个技能，名为橡胶拳，一拳挥出可向前延伸出足足5米，也算是一招中程距离攻击。做完这些后，我手头还剩下4800神力，我准备将寄生体2代变种之一培育出来。这个变种的名字叫皮鞭，其最为契合的种族为天生精英级的生命体八爪长腿章鱼。为了饲养八爪长腿章鱼，我就得在神域中打造出一片水域才行，同时还得需要一些特殊的材料来诱导寄生体进行变种。4800神力很快就花完了，在特殊材料催化之下，一根黑色的寄生体蜕变为了绿色，这便是寄生体2代之一皮鞭的原型。我当即将一只八爪长腿章鱼取出，用来喂养皮鞭。皮鞭本能的对八爪长腿章鱼进行寄生，并抽取八爪长腿章鱼体内的能量进行生长繁殖。但想要找到一个契合的寄生目标并不容易，我足足耗费了487只八爪长腿章鱼，才找到适合皮鞭的寄生目标，促使皮鞭得以觉醒。我终于能够再次看到皮鞭的具体属性：核心眷族寄生体2代皮鞭，眷族等级超凡级混合型生命体，眷族天赋坚韧弹力，信仰等级非信徒。刚觉醒的皮鞭性格比毒液更加暴躁，连话都不说就向我发起进攻，8条触手长鞭朝着抽打而来，速度极快。面对这种状况，我早有预料，当即掏出自己之前购买的大喇叭，向皮鞭发出一声大吼。恐怖的声波令皮鞭难以承受，差点从八爪长腿章鱼身上完全脱离。但相比于毒液而言，皮鞭更加聪明，见我手上有克制自己的手段，当即选择逃离。我准备进行追击，毒液却向我发起请求：神明让我来。毒液很是兴奋道。我见毒液如此主动，便同意了毒液的要求。就见毒液那宛若巨魔一般的身体扑向皮鞭，皮鞭8根触手抽打，却难以伤到毒液那可以超再生的身体分毫，反倒是被毒液趁机抓住了全部的触手。随后硕大的拳头狠狠地砸在皮鞭的软体脑袋上，每打一拳都会喊上一声叫爸爸。在我和毒液的双重折磨之下，只用了20天，皮鞭就屈服了，他成为了我的狂信徒以及毒液的乖儿子。对此次培养我颇为满意，一神性1500神力，让毒液成为英雄级生命体，还培育出了寄生体2代皮鞭，这让我有更多的信心来迎接班主任刘峰的下一波针对。然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经过考核事件后，班主任刘峰就熄火了，在接下来的1个月也未曾做一件针对我的事，同时也没有再进行过奖励丰富的考核，以至于我神域中所饲养的哥布林和八爪长腿章鱼都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症状。我对此很是无奈，自己家底薄，爸妈给不了太多的帮助，学校考核又不给力，再继续下去怕是会影响毒液和皮鞭的成长。就在我为此着急时，张伟给他带来了一条新消息，他搞到了2张前往废弃金矿的门票，询问我愿不愿意一同前往。提到废弃金矿，我顿时眼睛都亮了。作为一名众生者，我可知道太多关于废弃金矿的消息了。废弃金矿据说是曾经奇迹神王的私人矿产，在主矿挖光后就捐给了神域文明。废弃金矿产出的矿石中能够提取出纯净的神域核心碎片，而神域核心碎片其主要作用就是用来提升神域核心等级。神域核心等级提高了，
就能够加载更多的圣物，来让核心眷族变得更加强大。而除了这些常规信息外，我还了解到这其中有不少神明陨落，经年累月之下，也就形成了不少神明的遗迹。在上一世我就听说过，有人在废弃金矿中找到了一尊真神的遗迹，并通过真神遗迹内遗留下来的财富获得巨大提升。算算时间，现在还没有到那尊真神遗迹被发现的时候。想到此处，我当即答应了张伟的邀请。趁着周末学校没课，他们两个通过传送阵来到了废弃金矿外围。张伟担心我不知道废弃金矿的信息，一个劲的为他科普。新哥，废弃金矿只允许神性生物玩家进入，我的核心眷族黑铁地精挖矿还行，战斗力要弱些，进去以后你可得保护我。张伟邀请我的目的就是看上了毒液的强大，否则那么难得的门票凭什么让我使用？闻言我满口同意，毕竟这次机会确实难得，若真如同他所计划的那般，搞不好这一波就足以让我报复。就在二人商量准备进入废弃金矿内进行挖掘之际，一道熟悉的身影来到他们跟前，赫然是他们的同班同学蒋龙。蒋龙明显是看到了我和张伟的身影，才特地凑了过来。你们两个垃圾竟然也到了这里，门票不会是偷的吧？在他看来，我上一次考核成绩有效，完全是因为教导主任的偏袒，我个人的实力依旧不足为惧。至于张伟一个需要和他做交易才能拿到第2名的人，有什么资格让他看得起？面对蒋龙的污蔑，张伟想要张口辩解，却又不太敢，害怕回到学校蒋龙会报复他，而我却完全不惧，甚至期盼蒋龙能够来找我麻烦。怎么连回话的胆量都没有了吗？蒋龙上前继续嘲讽道。我果断上前一步，一把揪住蒋龙的衣领，不想搭理你，你还蹬鼻子上脸，你是忘了你之前怎么被我捏爆脑袋的吗？蒋龙脑海中顿时回想起考核时的画面，身体不自觉地抽搐了一下。别以为有教导主任给你撑腰，你就能保住那个保送名额吗？很快你就会知道你的靠山一点用都没有。蒋龙推开我，一脸阴狠地说道。就在这时，一个高大身影出现在蒋龙身后。小龙他们是你的熟人吗？表哥，你来的正好，就是这小子在考核的时候用卑鄙的手段抢走了我的一点神性。蒋龙当即向表哥周亮告状道。周亮的视线落在陈星身上，无比凌厉。就你叫陈星是吧？我命令你现在就把那一点神性还给小龙，还有那个保送名额也转交给小龙，否则进入废弃金矿后有你们好果子吃。张伟被周亮那高大的身躯震慑，有点害怕，用很小的声音向我说道。星哥，要不咱们走吧？我则拒绝道。废弃金矿的门票很珍贵，咱们不能浪费，那也比丢了命强吧？张伟很是畏惧，他有过耳闻说废弃金矿内是个3不管地带，就算是在里面杀人没有确凿证据也很难被追究，谁丢命还不一定呢。我冷声道。周亮冷哼一声，但愿你的命比口气更大。蒋龙则是自豪地像说起自己表哥周亮的名头，我表哥可是一流名校战争学院的高材生，距离半神只差一步，想要玩死你们易如反掌。这下张伟更害怕了，名校高材生咱们惹不起，要不还是走吧。谁知道他是不是用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用从别人手里抢的保送名额才上了名校。我分析道。周亮脸色顿时狠厉起来，只因为我猜对了，但愿在我把刀插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还能说出这种话。周亮发出威胁，有点恼羞成怒的意思。彼此。说罢，我拖着张伟先一步进入废弃金矿之内，周亮和蒋龙紧随其后。我进入废弃金矿第一时间就唤出毒液来，一爪抓起我和张伟，朝着废弃金矿深处狂奔而去。随后传送进来的周亮和蒋龙连我的影子都没看到。表哥该怎么办啊？蒋龙焦急问道。他真的很想趁着这个机会将我干掉，这样他目前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未来将一片光明。以为逃跑了我就找不到你们了？未免也太小看战争学院的学生了。周亮当即召唤核心眷族，一头头地狱犬随着他的召唤出现在废弃金矿内，给我找到他们。昏暗的矿道内传来声声地狱犬的狂吠，张伟整个人吓得根本不敢动弹，嘴上还在不住的祈祷他们可别追上来。我则是根据自己上一世的记忆，寻找着那处真神遗迹的方位。神域文明的神明由低到高分为神性生物、半神真、神主、神神王，他们还只是神明体系中最低级的神性生物，真神的存在超越他们两个整整等级，其遗迹珍贵程度可想而知。只是废弃金矿里的矿道无比复杂，我短时间之内也无法寻到方向。这时一头地狱犬追了上来，并发出刺耳的犬吠声，似乎是在向其他地狱犬传递陈星和张伟的位置。我果断命令毒液率先干掉这头地狱犬。地狱犬乃是超凡生命体，而这一头地狱犬更是经过周亮精心培育，距离晋升英雄级生命体也相差不远。但他倒霉的遇到了毒液这头真正的英雄级混合生命体。毒液以碾压姿态将这头地狱犬轻松宰杀。我赶忙取了些地狱犬的血液，涂抹在自己和张伟的身上，这是用地狱犬的气味来遮盖他们的气味，从而扰乱地狱犬的追踪。张伟只觉惊讶，这些技巧课本上可没教过，我是从哪学的？很快周亮和蒋龙就追了过来，只是属于我和张伟的气味到这里就断了，导致那些地狱犬们在周围一个劲的翻找，最终也只是找到了同伴的尸体。该死的，竟然杀了我一头地狱犬！周亮怒骂道。他从蒋龙嘴里听说过，我手上有一只很古怪的生命体，其实力能击杀超凡级的无齿翼龙。蒋龙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表哥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只要你能把他杀了，我会求我爸给你好多资源。周亮当即表示道。不用你说，我也会帮你。说罢，他从自己的神域中召唤出一只拥有3颗头颅的英雄级地狱3头犬，这是他作为战争学院高材生的倚仗之一，给我追寻这股味道，找到他们。周亮向地狱3头犬下达神谕，地狱3头犬当即开始疯狂嗅探，他生命等级更高，嗅觉方面更加灵敏，而且还有3颗头来相互佐证。很快他就嗅到了掩藏在地狱犬血腥气味下的我的味道，给我继续追！周亮命令道。另一边，我和张伟还在继续跑，身上涂抹地狱犬的血液只是缓兵之计，我相信很快就会被识破，所以在后续的逃跑中跑路的同时，我还会命令毒液将周围石壁破坏堵住来识路，这么做绝对能够拖延更长时间，甚至可能会让周亮和蒋龙失去他们的踪迹。张伟在逃跑的过程中心情得以缓解，已经不再畏惧。星哥，咱们还挖矿吗？
他说着，眼睛在向周围瞟，石壁上闪闪发光的亮点就代表有金矿存在，而这些金矿能够提炼出神域核心碎片来。再等等，我其实是在结合记忆里的路线寻找真神的遗迹。经过一遍一遍的回忆，我感觉自己距离真神遗迹已经不再遥远。直到我看到一堵过分平整的巨大石墙，和记忆中遗迹所在位置完全契合，顿时有些兴奋起来。你召唤你的核心眷族黑铁的鲸对这面石墙开挖，我兴奋道。可这石墙上什么都没有啊！他可不想做白费力气的蠢事，让你挖你就挖，相信我准没错。毒液已经张开大爪子对着石墙进行抓挠，只是石墙太过坚硬，导致毒液只能薅下来一些石屑。张伟按照我的交代，召唤出黑铁地鲸队准石墙开挖。黑铁的鲸本身就擅长挖掘，再加上黑铁地鲸数量多，足足有上千名，很快就在石墙上挖出了一个洞口。洞口之内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张伟有些犹豫，让一名黑铁的鲸去探探路，但随着黑铁地鲸进入洞口，就没了消息。信仰之线虽然没断，却无法传出任何信息，就好像洞口内屏蔽了一切信息的传递，这让张伟有些拿不准主意。我脸上的兴奋不加掩饰，还等什么？咱们挖到宝了，快进去寻宝！真的吗？还有这好事？张伟被我这么一说，脸上带起笑容。他也听说过废弃金矿里藏有遗迹的传言，现在看来他们是真遇上遗迹了。紧跟我的脚步，张伟钻进洞口内，随后他们就被传送到了一片未知的空间里。在这片空间里，数不清的小片陆地飘荡在空中，仔细去看，甚至能够看到这些陆地上有不少生物在活动。我的天啊，真是遗迹！新哥，咱们发财了！张伟惊呼出声。我目光在这些陆地上找寻，很快就找到了一处拥有神殿建筑的小片陆地，那里大概率存在着真神的遗产。咱们先去神殿。张伟现在对我可谓是无比佩服。听新哥的，说着毒液很是顺手的将他们抄起，朝着其他小片陆地跳跃。遇到距离实在太远的小片陆地，我就召唤出皮鞭进行协助。凭着毒液和皮鞭，二者很快就落在了拥有神殿建筑的小片陆地上。还没等他们靠近神殿，就有一阵威严的声音从神殿中传来。何方宵小胆打扰我神的长眠？一头扛着巨斧的牛头人自神殿中走出，他身上散发出的气势赫然达到了英雄级巅峰水准。此刻在感受着牛头人的强大，张伟默默退至我身后。我有些无奈的瞥了张伟一眼，你去一边待着，别让战斗波及到你。张伟闻言眨眼间就跑了很远，我则是号令自己毒液和皮鞭分别站在自己两侧。通过牛头人的宣言，我明白了这个真神遗迹的状况，应该是有一位神明长眠于此，那岂不是说里面有着一具完整的真神尸体？发了！牛头人见我不退，当即抽出巨斧摆开架势，狂野的气息猛然爆发，逼得我后退数步。毒液却不退反进，一双利爪与牛头人碰撞到一起，同为英雄级生命体，但毒液在刚一交手的时候就落入了下风。他们的身体素质相差不多，但牛头人却精通战法，巨斧看似笨拙，却总能够在合适的时机对毒液造成沉重打击。纵使毒液有超再生能力，却也无法将伤害平衡。没打一会儿，毒液就有点招架不住了。我果断命令皮鞭进行偷袭，皮鞭的寄生目标为八爪长腿章鱼，8条长鞭触手齐齐挥舞，倒是将牛头人暂时逼退。可皮鞭终究是超凡级生命体，从生命等级层面和牛头人差着境界。牛头人很快就找出漏洞，进而突破皮鞭的阻碍。我想到这一点，果断命令毒液寄生在自己的身体上。我虽无法发挥出毒液的全部力量，但拥有更多的战斗经验，再加上皮鞭的默契配合，战斗劣势在逐步扳回。张伟躲在一旁也想帮点忙，他当即唤出10名黑铁的精来，手上拿着由金铁打造的连发手弩，这是张伟的底牌之一。为了能够顺利拿到遗迹里的宝藏，张伟当即命令黑铁的精瞄准牛头人进行偷袭，数十根金铁弩箭接连射来，刺穿牛头人的皮肤，直接严重影响了牛头人的发挥。皮鞭也在我的命令下，顺势将牛头人手里的巨斧缠住。我趁机的猛攻，很快牛头人就被击败倒在血泊之中。我怕牛头人再生变故，随手抄起牛头人的巨斧，将牛头人硕大的头颅斩下，一名英雄级生命体就这样逝去。咱们快进神殿去看看里面有什么。见牛头人惨死，张伟有些激动，这遗迹已经不知存在了多少年，还能留有英雄级的牛头人守护，可见那位神明生前有多强大。强大神明所留下的遗迹资源铁定不会少。我点点头，手持巨斧在前开路，张伟在中间，他还听从我的意见，在神殿外留了2名黑铁的金钉梢，皮鞭跟在最后，以防身后生出变故。一行进入神殿，映入他们视线中的就是一座巨大的金棺。打造金棺所使用的晶体，便是废弃金矿里的产物，不过其品质要远远高于那些碎金。张伟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新哥，咱们发了！我点点头，却在暗中嘱咐皮鞭，盯住张伟，防止张伟偷袭他。虽说2人是同学，可在巨大利益面前，就是亲父子都可能反目成仇，多一点谨慎终归没坏处。张伟并不知道我的打算，只是目光直直地盯着金棺，光是金棺就已经价值连城。那金棺内呢？我上前查看，就见金棺之内是一具金色的牛头骷髅，金色表明骨骼中蕴含着神性之力，只是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的腐蚀，蕴含更多神性的血肉已经完全消失。但让我意外的是，腰部竟然还留存着一条腰带，岁月的洗礼让神明血肉都腐化了，这条腰带却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足以说明这条腰带不同凡响。我俯身准备将腰带取出，张伟却突然发声：“新哥，不好了！我留在外面的眷族向我祷告，说外面来了2个人类，还有上百条的玉犬和数十只无齿翼龙。”我眼睛眯起，已经猜到了来者是谁，定然是蒋龙和他的表哥周亮。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快就追到了遗迹中，遗迹最珍贵的宝藏就在眼下，我可不能放弃这宝贝。直接将那条腰带拿起，其信息随之传入到脑海中，变身腰带。
蕴含着变身文明的体系力量掌管硬币之力，可以从特殊硬币中汲取力量发起变身。眼下蒋龙二人就要进入神殿，这条腰带或许就是破局之法。我当即将腰带扣在腰间准备使用，可随着腰带扣紧，就感觉到一股意识冲入自己的脑海中，那个意识赫然就是金棺中躺着的牛头骷髅。他警告我唯有答应他的要求才能够使用帝王腰带，而他的要求就是要让我在3年之内回归变身文明，拿下百王争霸的冠军。变身文明我上一世听说过，是一个强大的文明，比神域文明也就逊色一点。至于百王争霸是什么我也不了解。现在蒋龙二人马上就要进入神殿，为了自保复仇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一口答应了那个意识的要求。当即一份神秘的合约在我脑海中生成，一半融入我的脑海，一半融入变身腰带中。同时我感受到了变身腰带传回来的反馈，现在它可以供我驱使。我赶忙打开自己的信息面板进行查看，2个面板同时跳出，一个是神域玩家信息面板，姓名陈星，等级神性生物，神明能力精细操控，核心眷族寄生体。第2个面板属于变身腰带的信息面板，拥有腰带臂王，腰带等级1阶，可在腰带中融入一枚特殊硬币发起变身，变身后实力与特殊硬币相关，能力制币臂王勇士。我点开2个能力词条进行查看，能力制币可通过炼化强大事物制作成特殊硬币，能力臂王勇士可使用特殊硬币制作出一次性变身腰带赐予麾下的勇士。变身腰带属性和特殊硬币相关，2个面板如同生长在我体内的2枚种子，终有一日皆可成长为参天大树。星哥你搞好了没有？他们要进来了。张伟在一旁催促道。他留在外面的黑铁地精已经被宰杀，蒋龙和周亮正在打开神殿大门。我眉头紧皱，现在已经融合了臂王腰带，可用来变身的特殊硬币从哪找？正当我为难之际，神殿大门被打开，蒋龙和周亮带领着大量眷族闯了进来，他们一眼就看到了那硕大的金棺。表哥，咱们发财了！蒋龙兴奋道。但是那巨大金棺就能够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更别说金棺里装的宝贝。他们兄弟俩可不信这金棺里什么都没有。没想到你们2个运气这么好，竟然瞎猫碰上死耗子，找到了如此恢宏的遗迹。只不过你们遇到了我们兄弟2人，运气算是到头了。现在老老实实的滚下来，我还能留你们一具全尸，否则定让你们尸骨无存。周亮傲然说道。我瞧着跟随在周亮和蒋龙身边的眷族，超凡级的无齿翼龙和地狱犬加起来多达数百，更有1头英雄级的地狱3头犬，而自己这边有英雄级的毒液和超凡级的皮鞭，外加一些只有精英级水准的黑铁地精，双方兵力差距过大，我基本确定自己这边几乎没有翻盘的可能。唯一的变数就是腰间的变身腰带，而想要变身还需要一枚强大的特殊硬币。被逼到这个份上，我已经没有选择了。目光落在金棺中的黄金骨骼上，那是一名真神所留下的骨骼，满足制币能力的需求。虽然有些浪费，可我别无他法，直接将手按在真神的骨骼上，发动制币能力，璀璨的金光自我手掌中绽放开来。混蛋，你在做什么？蒋龙怒不可遏地吼道，当即命令无齿翼龙发起突袭。周亮也号令的玉犬攻上，务必要打断我当前的操作。我在制币期间无法脱身，只能命令毒液和皮鞭挡住攻击。张伟现在怕的都快要尿裤子了，可他很清楚当前的状况，若不反抗就只有死路一条，那就不如顽抗到底。当我阿伟好欺负，干你娘的！张伟发出愤怒的吼声，并召唤出自己最后的底牌。石头身上绑着大量炸弹的黑铁地精被他召唤出来，并义无反顾地冲向来袭的地狱犬和无齿翼龙。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炸裂声响起，炸弹在地狱犬群中炸开，绽放出大片血花。可张伟的核心眷族黑铁的金钟鸠只是刚刚觉醒不久，研制出来的炸弹威力不够大，被炸死的无齿翼龙和地狱犬极少。可这依旧惹怒了周亮，敢炸我的地狱犬，我要你和你的地精给我的狗狗陪葬。作为战争学院的高材生，他可要比我他们这群高三生强大太多了。大量的玉犬一拥而上，想要将张伟撕碎，还是皮鞭抽动触手将张伟拉回到我身边。毒液以英雄级生命体的实力在前面抵抗，地狱犬锋利的爪子在毒液身上抓挠撕扯，撕下来大量变异铁线虫。毒液在用命为我争取更多的时间，给我死！周亮眼看胜利在望，地狱3头犬在他的命令下，3颗巨大头颅张开大嘴，猛烈的地狱火喷涌而出，狂暴的火舌直接将毒液的身形淹没。给我烧成灰烬吧！周亮兴奋嘶吼着，他算是看出来了，只要将毒液干掉，我一火也就没招了。这片遗迹的宝藏注定要归他所有。可周亮的运气终究还是差了那么一丢丢，在狂暴火舌袭来的前1秒，我终于完成了制币。一枚闪烁着璀璨金芒的特殊硬币在我手中形成，我没有丝毫犹豫，便将这枚特殊硬币塞入到自己腰带的币槽中。币王变身发动，汲取特殊硬币中的力量，浓郁的神性之力将我全身包裹，化作一套金灿灿的铠甲。我穿戴上这身铠甲，只觉得自己好像拥有无尽的力量，没有丝毫犹豫，一个箭步冲向火舌，挡在毒液身前。狂暴的烈焰喷在铠甲上，不但没有带来丝毫灼热，反而让我感觉有点暖。略微用力，直接将火舌驱散，连带着地狱3头犬都被震飞出10来米才稳住身形。周亮的兴奋声如刀斩一般戛然而止，他难以置信地看向身穿金灿灿铠甲的我，真特么希望眼前的一切是幻觉。可我不给周亮思考的机会，踏步上前，爆发出强大的冲击力，不论是地狱犬还是无齿翼龙，皆被我撞得粉碎。眼下的我无人能挡，眼看我要杀到眼前，周亮果断号令地狱3头犬挡在身前，随后他转头去看蒋龙，结果只看到了蒋龙抓着无齿翼龙的腿，奋力逃跑的身影。生死攸关之下，这孙子竟然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自己逃命去了，留自己这个亲表哥在这挡枪。周亮气的牙齿都咬出血来，他算是看清了蒋龙的真面目，但眼下事情还没有发展到完全不可控的地步。他通过我所爆发出来的力量，初步估算也就是领主级水准。作为战争学院的高材生，周亮目前虽然没有培育出领主级的核心眷族，却也有几种能够应对领主级生命体的手段。小子，我承认你运
运气好，但在我丰富的资历面前，你还差得远。周亮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漆黑的骨骼，这同样是他的底牌之一。他将漆黑骨骼抛向地狱三头犬，恐怖的地狱尸骸领主啊！我愿用地狱三头犬的生命来换取一次您出手的机会。漆黑骨骼随着周亮的吟唱，在地狱三头犬身上轰然炸开，漆黑的碎骨如同钉子一般刺入地狱三头犬体内，促使地狱三头犬身上的血肉开始快速干涸，而那些碎骨却迅速增大，形成一根根狰狞的骨刺。地狱三头犬发出痛苦的嚎叫，却根本无力抵抗漆黑骨骼的侵蚀，只能在周亮的注视下，最终化作一尊浑身长满漆黑骨刺的恐怖尸骸。同时，其气息也飙升到了领主级水准。我在意识到周亮要搞这一手的时候，就已经退到了金棺旁，无法阻止这一仪式的进行，但也很清楚这种仪式所催生出来的怪物不会存在太长时间，顶多10分钟，由地狱三头犬所生成的恐怖尸骸就会破碎。只是我的力量也不是永久的，我有预感，特殊硬币中所蕴含的力量只够我在维持当前状态5分钟。但明知这样，我依旧不慌不忙。和我谈资历，你还差得远。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核心眷族的真正力量。说罢，我朝着毒液和皮鞭下达神谕，一块寄生在我体内。纵使恐怖尸骸散发出来的气息很恐怖，让毒液和皮鞭本能地感受到了畏惧，但狂信徒级别的信仰让他们没有背叛，而是选择相信我。2种不同的寄生体同时植入到我的体内，这便是我上一世所领悟到的最强状态混种寄生。帝王状态下的我，将神性的气息也导入到2个寄生体的细胞中。一时间，我气势再一次发生转变，竟隐隐有突破领主级的趋势。这不可能，不可能！你还只是个高3学生啊，才刚刚觉醒核心眷族不久，怎么可能这么强？周亮发出难以置信的声音，下一秒，一个巨大的拳头袭来，周亮来不及做任何防备，就连同恐怖尸骸一同碎裂成渣。这一拳10年功力，你怎么抗？你和你的资历一样可笑。我淡然的声音传来，也不知在说给谁听。站在金棺旁的张伟都傻了，同样在一个学校上学，同样是高3学生，他不理解为什么我那般优秀，而我这边释放完最强一击后，帝王腰带内的特殊硬币能量也随之耗尽，2个寄生体从他体内弹出，瘫在地上，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我本人也感觉身体好像被掏空了一般，无比虚弱。虽说有上一世的经验，可强行运用混种寄生这种技巧，让1只以上的寄生体寄生在自己身上，还是风险太大了。若非我有精力操控能力来维系2种寄生体，还有帝王变身稳固自身，不然我很可能在混种寄生刚刚完成的时候就承受不住爆体而亡。当然，即便是顺利完成了混种寄生，我的身体状况也没好到哪去，因为透支了力量，现在连自己走路都做不到，怕是无法继续探索这片遗迹。但我并不后悔，金棺和帝王腰带便是这个真神遗迹中最珍贵的宝贝，能够拿到这些我已经非常满足。新哥，你还好吧？张伟声音有点颤抖地向我询问道，他看向我的眼神中带点陌生。我眉头微皱，眼下我如此虚弱，根本没有反抗的力气。若张伟想要霸占金棺和帝王腰带，趁机出手，我怕是要憋屈的死在这里。如此思考时，张伟已经走到了我的身边，下一秒，他却伸出手来将我轻轻搀扶起来。新哥，你刚才实在是太威武了，一拳就把尸骸连带着蒋龙表哥给干碎了。随即张伟又有些害怕，你说蒋龙表哥的家长会不会找到学校告发咱俩？张伟家和蒋龙家相差甚远，他可不想给家里人找麻烦。我当前很是冷静，两世为人让我能淡定地面对任何事情，就比如在废弃矿井杀人这种事，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就算是周亮家人上告也不怕，只要一口咬死不知道就好。为了让2人共辞一致，我还特地编了一套说辞让张伟熟记，并郑重地嘱咐张伟只要咬死说不知道，谁也拿我俩没有办法。张伟起初还有点心虚，可随着我承诺将金棺和他对半分后，张伟顿时就有了底气。这就是资源所带来的成熟与稳重。这金棺很是宝贵，流入市场的话，难免会有人寻根问底找到他们。所以我的意思是2人内部消化。张伟表示完全同意，毕竟他在这场战斗中也没啥贡献，能够分到1半的金棺就已经很满意了。至于金棺中剩下的真神骨骼，我为了堵住张伟的嘴也准备平分，却遭到了张伟的拒绝。新哥，我自己几斤几两我最清楚，拿了1半的金棺我就已经是占大便宜了，这骨骼就都归你吧。我听后看向张伟的眼神中带上了一点欣赏，自己喜欢和这种懂分寸的人打交道，既然如此，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我说完，目光看向满地的黑色碎骨血肉，还有一些眷族尸体，其中黑色碎骨属于恐怖尸骸，血肉来自周亮，尸体则是来自鱼的玉犬和无齿翼龙，这些东西也不能留在现场。我当即有些吃力地召唤出大批哥布林进行收拾，血肉和眷族尸体将全部作为哥布林的食物，吃掉之后也就等于毁尸灭迹了。恐怖尸骸的骨骼被堆积到了一起，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骨骼也算得上是一种不错的材料。我打算用这些材料进行制币，周围的清理工作还在继续。张伟带着黑铁的金将外面的牛头人尸体也搬了进来，这可是英雄生命体的尸体，用来饲养眷族的话，有一定几率能让眷族的生命等级获得晋升。我只是拿走了牛头人的巨斧，剩下的尸体就交给张伟自行处理了。在我制币的时候，张伟就忙着对神殿进行拆除。这座神殿可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建筑，而是带有一定功能的特殊建筑，拆掉后完全可以移入到自己的神域中。核心眷族在神殿中进行祈祷，信仰会得到增强。等我将真神骨骼和恐怖尸骸的骨骼统统制成特殊硬币时，张伟已经带领着黑铁的金把神殿拆完了，就连神殿外的地砖都被拔得一干二净。我估计等我们从这块陆地离开时，
张伟可能会把这块陆地都要收走，拿去填充神域。从某方面说，张伟这搜刮手段也算是专家级的了。新歌神殿一共有3座，1座大殿，2座偏殿，其中大殿给你，2座偏殿我留着。张伟有些兴奋地表示道。搜刮的快乐让他完全忘了之前的恐惧。我点点头，随即从口袋中掏出2枚金色的特殊硬币。2枚特殊硬币随着我激发帝王勇士能力，逐步变形，化作2条一次性的金色变身腰带。变身腰带神力，一次性变身腰带，激发后可汲取特殊硬币内所蕴含的力量。变身神力状态，获得媲美英雄级生命体的实力。变身时间根据战斗情况而定。这是给我的。张伟眼睛泛光，他可是看到过我通过腰带发起变身的全过程，这种关键时刻能救命的东西，我竟然愿意给自己2个属实，是让张伟感动。当然是给你的。在我最虚弱的时候，张伟没有落井下石，还把他找到的战利品分给自己，这些行为让我觉得张伟这人值得深交。新哥，我真是爱死你了，以后我就是你的头号跟班。张伟无比激动地将2条腰带收好，这玩意既炫酷又强力，属实是装逼必备。而我手头还有7枚特殊硬币，其中5枚为神力硬币，结合帝王腰带使用后，可变身神力状态，获得媲美领主级生命体的实力，并可调用神力有效地抵抗任何形式的伤害。另外2枚叫御骸硬币，结合帝王腰带使用后，可变身御骸状态，获得媲美领主级亡灵的实力，并可调用地狱气息和骸骨之力进行战斗。2种硬币功效不同，让我能够应对更多不同的状况，也让我对帝王腰带有了更大的兴趣。目前帝王腰带还只是1阶，可融入1枚特殊硬币进行变身，若是提升到2阶，应该就可以同时融入2枚特殊硬币进行变身了。我这下有些明白，为什么上一世获得真神遗迹的人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提升了。想来帝王腰带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将这一小片土地完全搜刮完毕后，我和张伟无力继续对其他土地的探索，只能选择回归神域。不过在回归之前，我选择将该真神遗迹的坐标以付费获取的方式向外广播，废弃金矿范围内的神域玩家都有可能接收到。做完之后，我才和张伟传送离开。在他们传送离开10分钟后，蒋龙便带着通过家族途径请来的救兵重新闯入到了这片遗迹内。表哥，我带人来帮你。表哥你在哪？蒋龙通过向周亮发送信息进行询问，可一直没有等到任何回复。蒋龙只能向带来的救兵们命令道：给我找，一定要找到我的表哥。前脚传送回神域文明，后脚我就收到了大量来自其他神域玩家的汇款，有超过100名的神域玩家通过付费获取，得知了真神遗迹的坐标，并且知晓这个坐标的神域玩家还在不断增长。不过这点收入与真神遗迹剩下的未探索区域价值相比，只是9牛1毛罢了。我也是没办法，以目前的虚弱状态，继续在真神遗迹里停留，万一遇上如同牛头人那种土著生命体，绝对是有死无生。而且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为日后蒋龙家族追责做准备。进入真神遗迹的人越多，我和张伟的嫌疑就越小。如此平静地度过了周末假期。周一我刚来到学校，就被班主任刘峰叫到了办公室。我进去就看到张伟和蒋龙在大眼瞪小眼，在蒋龙身后还有一对男女，他们看起来很年轻，不知道具体年纪，只是在我进来后，他们就将目光盯在我身上，仿佛看到了仇敌一般。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一名笑呵呵的中年人坐在办公桌后。人都到齐了吧？那名中年人开口向班主任刘峰问道。回王主任的话，张伟和陈星都叫来了。班主任刘峰恭敬地回道。那名中年人才自我介绍道：你们或许不认识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乾，目前在学校的职务是代理教导主任。之前的教导主任赵林因为一些意外的家事，临时请假了，这学期由我来接替他的工作。代理主任王乾的话让我心头一紧，我记得在废弃金矿里蒋龙提过一嘴，教导主任这靠山一点用都没有。现在看来，教导主任赵林的请假很可能不是意外，而是蒋龙背后的势力故意为之，这让我对新来的代理主任王乾生出了些许警惕之心。搞不好代理主任王乾已经被蒋龙的家族收买了。这次叫2位小同学过来，想来你们应该也清楚，本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你们若是能主动交代犯的过错，我可以做主从轻处置。代理主任王乾义正言辞地说着。我突然打断道：尊敬的王主任，我们冤枉啊！张伟赶忙附和道：是啊，我们太冤了。班主任刘峰当即就想要训斥，却被代理主任王乾抬手制止。展开说说你们究竟为什么喊冤？代理主任王干笑呵呵地询问道。我挤出一副委屈模样说道：我和张伟周末去废弃金矿挖矿，结果遇上了蒋龙和他的表哥。蒋龙仗着他表哥是战争学院高材生的身份，说要弄死我俩。你胡说，我没有，我不是。蒋龙当即反驳道。只是他慌乱的模样，完全是在告诉屋里情况确实如我所说。蒋龙同学你先别说话，陈星同学你继续说。代理主任王乾表示道。我们打不过蒋龙表哥，只能一直逃跑，结果阴差阳错的就跑到了一个遗迹里，但蒋龙和他表哥很快就追上来了。蒋龙的表哥以大欺小，我们被打得抱头鼠窜，好不容易才逃了回来。张伟连忙表示道。情况就是陈星说的那样，放你娘的屁，明明是你打得我们措手不及，你还拿了遗迹里的宝贝。蒋龙忍不住的吼道。蒋龙身后的一对男女看向我的目光顿时锐利起来。污蔑啊，简直就是污蔑！我很是气愤的大声喊道。我什么人，学校还不了解吗？我一个高3生刚刚觉醒核心卷族，还是最垃圾的变异铁线虫。蒋龙和他表哥2个不要脸的，一个核心卷族是无齿翼龙，一个核心卷族是地狱犬，都是天生超凡级的强大卷族，追着我们2个一通乱杀。我和张伟的核心卷族损失惨重，下次考核能不能参加还是未知数。你才不要脸！蒋龙气得张嘴就骂，却被他身后的男人硬生生按着坐下。小子，你说这话可有证据？证据？我还特么的想要证据呢！无齿翼龙和地狱犬哪一个不比变异铁线虫强大100倍？蒋龙诬陷我说他们被我打，他才需要拿出证据吧？
我做出一副无比气愤的模样。代理主任王乾和班主任刘峰对视一眼，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铁线虫这个种族的弱小还是太权威了，就算变异又能变异到哪去？但凡脑子没毛病的人，都能分辨出变异铁线虫与无齿翼龙以及地狱犬孰强孰弱。嗨，陈星同学，你来说遗迹里那些宝贝的事吧。代理主任王乾故意切换话题道，我顿时表现得更为气愤。提这个我就来气，那个遗迹明明是我和张伟先发现的，结果蒋龙和他表哥上来就要抢，我们又打不过他们，只能丢下宝贝逃走了。张伟适时在一旁补充，为了逃命，我还自爆了好几百只黑铁精。王主任您可得给我做主啊！蒋龙在学校外面欺负人，学校可不能不管。我被打得全身是伤，现在还全身脑袋疼，蒋龙得赔我医药费。我也跟着叫去道，二人一唱一和，直接把蒋龙仗势欺人的校霸名头给坐实了。代理主任王乾被我和张伟吵得头都大了，他收了蒋家的钱也想偏袒蒋龙，可我和张伟的交代太有理有据了。一通盘问下来，反倒把蒋龙的罪名给坐实了，这让代理主任王乾也有些难办。蒋龙也是被诬陷的有些抓狂，我赔你们个屁！陈星，你杀了我好多无齿翼龙，我还没找你算账，你却倒打一耙，你恶人先告状！我大声吵道，就是要让这件事乱起来，我和张伟才好摆脱嫌疑。蒋龙，你污蔑好人，你欺负同学，你臭不要脸！张伟也跟着骂道。眼看场面又要乱起来，蒋龙身后的男人猛然开口道：“都给我住嘴！我来这里只问一件事，周亮究竟去了哪？”我和张伟相互看看，闭口不言。你俩倒是说啊！班主任刘峰催促道：“他不让我们住嘴了。”我嘟囔着，随即转头看向张伟。周亮，谁啊？我不知道啊。阿伟，你有印象吗？张伟摊开手，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啊，是校门口卖麻辣烫那个吧？他家麻辣烫嗷咸，卖麻辣烫那个是特么张亮。周亮是我表哥。蒋龙解释时还有点害怕的瞅了一眼身后的男子。你表哥？你问我，你俩平常靠漂流瓶联系吗？我毫不客气的讥讽道。也可能是摇一摇。张伟补充道。代理主任王乾只觉得头又大了一圈，他有点搞不清这些小孩脑袋里天天在想什么。在我和张伟一通默契的推卸狡辩和插科打诨之下，满屋子人的心态都有些崩。这丫的难道就这样放过他们两个？蒋龙身后的男子最为着急，他是周亮的父亲，此行的目的并非给陈星和张伟定罪，而是询问周亮的行踪。周亮可是他周家最出息的孩子，家族在周亮身上投入的资源也最多，特别是现在周亮还是一流高校战争学院的学生，若不尽快找到周亮，战争学院很可能会因为周亮长期旷课而将他开除，到那时周家的损失可就大了。我不管什么麻辣烫什么漂流瓶，我现在只问一件事，周亮在哪？周父已经压不住心里的急躁，我不知道啊。我和张伟默契的摊手，表示对周亮的行踪一无所知。周父更加恼怒愤怒拍桌，我看你们是故意隐瞒，我警告你们，若是我家周亮出了意外，我一定让你们两个陪葬。我和张伟赶忙做出一副畏惧模样，代理主任王乾却在这个时候装好人道：周大哥，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你不能吓到我学校的学生陈星同学和张伟同学。老师最后再问你们一遍，你们知道周亮在哪？张伟带点不确定的看向我，虽说他目前表现得很不错，可实际上心里慌得一笔，生怕被发现他在说谎。我向张伟回以坚定的眼神，然后率先向代理主任王乾回道：王主任，我们是真不知道周亮在哪，而且被欺负的是我们吧？我们两个还没有上报学校求公道，怎么就是我们两个的过错了？我据理力争道。张伟顿时情感就上来了，双眼流泪。我的黑铁的精死了那么多，我还没叫去，凭什么他蒋龙找人审问我？学校也太他妈欺负人，这破学我不上了。颤抖的声音加上极度委屈的模样，让代理主任王乾都感觉到了些许惭愧。站在蒋龙身后一直没说话的女人，在此刻终于开口了：别再为难这两个孩子了。可李倩老师，这是找到周亮的重要线索，不能就这么放弃啊！周父还想继续审问。李倩瞥了周父一眼。周亮是我的学生，他手里有多少张底牌我最清楚。就他们两个刚觉醒不久的核心卷组，一个是变异铁线虫，一个是黑铁的精，哪个是周亮的地狱犬的对手？可他们拿了遗迹里的宝贝，我亲眼看到了。蒋龙强调道。只是无论是周父还是李倩，都选择无视蒋龙的发言。在他们看来，蒋龙就是个霸凌同学的校霸，所说的话根本没有可信度，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蒋龙，周亮也不会失踪。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怎么不信我啊？蒋龙还在强调，却遭到了周父的警告：你小子给我闭嘴，等回去以后我再收拾你。我觉得时机恰当了，为了彻底打消周父和李倩的怀疑，提出一个早就想好用来混淆调查方向的观点。你们说周亮失踪了就来审问我们，谁知道他是不是想要独吞遗迹里的宝贝，自己藏起来了？可没想到就是这一问，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在刚刚，我为了彻底打消自己的嫌疑，将对方儿子想独吞遗迹的宝贝藏起来为借口。闻言，周父当即维护起儿子的名誉，胡说八道，我儿子品学兼优，怎么可能做这种勾当？我嘟囔道，如果我是周亮，我一定这么干，毕竟那么大的一个金棺，把他独吞就不用给蒋龙分了，等用完了我再回来，谁能让我把这些宝贝吐出来？这话看似无意，却给了周父和李倩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他们顿时觉得鹅说的有点道理，他们也听蒋龙描述过金棺其价值极高，怕是半神看了都会眼馋，更何况是周亮还是一个神性生物，把宝物独吞然后藏起来装失踪，等把所有的宝贝全部吸收后再出来，到那时候周亮实力暴涨，又有谁会不识趣的过问宝贝如何处置？周父紧张的心情反倒舒缓了一些。虽说周家和蒋家是亲戚，可资源这东西谁又会嫌多呢？更何况是金棺这种价值连城的存在。蒋龙明显也听进去了，心里暗道：好你个周亮，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我都不该邀请你去废弃金矿。这下办公室里的气氛彻底变了。代理主任王乾觉得陈星和张伟没用了，摆摆手让他们离开。我和张伟皆是在心里松了一口气。可就在我就要走出办公室的门时，李倩突然问了一句：你和张伟同学是遗迹的第一发现者，那你知道是谁把遗迹的坐标散布出去的吗？我当即做出一副震惊的表情，随即又转为失落。我不知道。李倩摆摆手，这才让我和张伟离去。目送他们两个出门后，李倩才再次开口：现在事态发展有些变化，
后续进入遗迹的神域玩家多达数千，若周亮同学真的躲在遗迹里的话，谁都可能会因为宝物的原因与周亮同学发生冲突。作为周亮指导老师，我能够做的就是为周亮同学争取1年的休学。至于寻找他的踪迹，还是你们家长自己来。周父连忙感激道：“多谢李倩老师的帮助，等周亮那小兔崽子回来，我定会带着他上门向您赔礼道歉。”周父心里其实已经认定了我误导他们的说法，相信周亮一定是躲了起来消化那些宝物。蒋龙有些生气，明明是因为自己要求追杀我，周亮才会进入到遗迹之内拿到宝贝，结果到头来自己什么都没能得到，反倒是还挨了一顿训。归根结底都怪我没事去什么废弃金矿，结果搞出这么多事情来。紧接着蒋龙又想到我似乎因为废弃金矿的缘故实力大损，那是不是就又有机会逼他退学了？送走周父和李倩后，蒋龙向班主任刘峰提议道：“刘老师开启新一轮的考核吧，我再也不想看到陈星在我眼前出现，他倒要看看我还有什么本事能不被劝退。”放学后，我和张伟约定在他的神域中相见。回想上午的审问，张伟心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得亏他听了我的话，没有把真相说出来，否则现在还不知道会遭受何种待遇。而这次他们两个相聚神域，主要就是为了分赃。我曾承诺将一半的金冠分给张伟，现在正是时候。在工具的帮助下，金冠被切成了2半。张伟喜滋滋地带着一半的金冠赶回自己的神域去强化自己的神域核心，我同样如此。神域核心在金冠的滋养下等级快速提升，很快就达到了我神性生物所能够达到的极限，也就是10级。金冠还剩下大半只能保管好以后再用，因为神域体系的限制，10级神域核心只能加在1级和2级的圣物，也就是说我还可以再加在9个等级的圣物，这可让我犯了难。虽说现在有了金冠和变身腰带2件价值连城的宝贝，但手头的神力却少得可怜。算上这几日通过贩卖遗迹坐标信息的收入，总共也就只有5000神力。从里面拿出3000神力，用来购买哥布林和8爪长腿章鱼，来加快毒液和皮鞭恢复，就只剩下2000神力可供我自由支配。这种情况下，该怎么用这2000神力来获得更大的提升呢？是拿来购买1件2级圣物，还是用来购买其他眷族，来尝试性得继续培育寄生体变种？莫等我想出主意，一通来自父亲陈达的视频通话申请打断了他的思路。我赶忙接通，就看到视频的另一头，父亲陈达和母亲李珍在指挥眷族忙碌，星仔爸爸妈妈在废弃金矿一处新开发的遗迹里探索，要忙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回家。母亲李珍温柔说道，父亲陈达则大大咧咧地表示道，也不知道是哪个傻瓜，居然把遗迹的坐标以匿名付费形式公布了出来，而不是留着自己偷偷探索，简直傻到没边了。我脸色顿时一僵，不出意外的话，父亲嘴里说的那个傻瓜就是他。当时我做出这个决定也是没有办法，自己无力继续探索的情况下，总不能把遗迹留给仇人吧。母亲李珍则是说道，星仔，我们听说了你核心眷族的情况，核心眷族差也没关系，咱们还可以培养普通眷族，爸爸妈妈只要你平平安安的长大就好。我只觉心里一暖，无论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爸妈都是他心灵的避风港，快点说正事，不然前面的资源就要被别人抢走了。父亲陈达催促道。母亲李珍这才开始交代，我和你爸在遗迹里捕捉到了一头由牛头人族和战鬼族杂交的牛魔战鬼幼崽，若是好好培养，成年以后能够达到英雄级水准，封印牛魔战鬼的卡片很快就能邮寄到家。星仔，你注意查收一下。我点点头，眼睛都在放光。什么叫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刚才还在纠结手头的2000神力该买什么，现在不用纠结了，因为新的寄生目标即将送到我的手里。在上一世，我所培养的一个寄生体变种便是战鬼族。战鬼族是一种类人形的天生超凡生命体，身形如同鬼魅，并且擅长使用各种武器战斗。市面上对这个种族的售卖很少，一旦出现就会被一些强者买走，根本落不到我这种无权无势的高三生手里。我还以为想要培育那个寄生体变种，至少需要等到自己进入高校后才有机会办到，现在看来老天都在帮他。牛魔战鬼算是战鬼族的杂交变种，有很大的概率能够满足寄生体的需求。很快那张卡片就送到了我手中，我当即将其释放，并叫来虚弱的毒液，将一部分寄生体寄生在牛魔战鬼幼体的身上。刚开始牛魔战鬼幼体很抗拒寄生，通过不断反抗想要摆脱寄生体，可有我在，岂能让牛魔战鬼幼体打乱自己的计划？在我的压制下，寄生体在牛魔战鬼幼体身上完成了寄生，并顺利地觉醒出了自我意识。通体黑红的寄生体2代暴乱诞生，虽然同为寄生体2代，但暴乱的能力可要比皮鞭强大太多了。皮鞭只能够通过抽打、捆绑等行为，而暴乱却能够将身体任何部位变形为武器用于战斗。也因为实力很强，暴乱的性格更为暴躁。刚刚觉醒自我意识还很弱小，他便想要将眼前的我杀死。就见暴乱双臂发生变形，化作2把刀刃朝着我斩来。当前毒液和皮鞭因为混种寄生的缘故，都处于虚弱状态，根本无法战斗。我经过这2天的休息，勉强恢复了些精神，但本体实力很弱，同样不是暴乱的对手。好在我有底牌，就是帝王腰带。随着帝王腰带紧扣1枚神力硬币塞入其中，以领主级实力的神力姿态出现在暴乱眼前。在领主级战力面前，暴乱那只有超凡级的实力压根不够看。于是我对其进行殴打。暴乱经历数千次蹂躏，彻底的认可了我，信仰等级也飙升到了狂信徒。而在这一驯化的过程中，我还意外的找到了帝王腰带晋升的方法。在第2次使用神力硬币后，我就发现帝王腰带上浮现出321000的进度，只要让进度达到1000，帝王腰带就能够升级到2阶。为此我随便找了一头哥布林，将其进行制币，然后用于帝王腰带上。随着特殊硬币耗尽能量，帝王腰带上的进度果然增长为331000，这让我无比兴奋，当即将更多的哥布林制成特殊硬币，想要把进度刷上去。结果让我大失所望，当使用了3枚哥布林硬币后，进度便不会因为使用哥布林硬币而增长，
想要获取进度，只能使用其他种类的特殊硬币，这让我顿时有种任重而道远的感觉。不过发现了帝王腰带的晋升方法，也算是一大收获。我很期待帝王腰带进入2阶之后，给自己带来更多助力。有了暴乱，我的寄生体家族又多一员猛将。现在手头剩下的2000神力，完全可以用来购买一件2级圣物，来提升核心眷族实力。在神域商城一通寻找，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称心的圣物，2级圣物气血弯刀。加载入神域核心后，有一定几率令核心眷族掌握召唤气血弯刀的技能。气血弯刀附带血毒，被砍中的伤口会血流不止。陈心看上这件圣物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件圣物能够为核心眷族提供武器。暴乱的寄生目标乃是牛魔战鬼，最擅长使用武器作战。若是将气血弯刀技能与暴乱的本能相结合，必定能够产生不错的效果。怀着期待，我将圣物气血弯刀加载入神域核心之内。圣物气血弯刀的力量自神域核心向外扩散，覆盖在每一条寄生体的身上，由无数条寄生体构建的毒液、皮鞭和暴乱都因此获得了气血弯刀的技能。不同的是，毒液释放气血弯刀技能时，利爪会化作气血的刀刃，附带撕裂效果；皮鞭释放气血弯刀技能时，触手化作气血的刀刃，同时还能保持着柔软质地，和软剑一般，杀伤力增强。暴乱的气血弯刀技能最为正常，就是让局部身体变形为气血的弯刀，但它全身都能发起变化。一旦全力激发技能，它将成为一个浑身倒插气血弯刀的刺客。我对此很满意，并期待着暴乱日后的表现。第2天一早，班主任刘峰便紧急通知班上同学，今日就展开班级的第2次考核，并且在考核之前，班主任刘峰特意的定下了多条规定，比如不能打劫其他同学，违者取消考核成绩直接开除，只允许使用核心眷族参加考核，违者取消考核成绩进行劝退，成绩最差者直接劝退。听着班主任刘峰当众说出这些规定，班上的同学都不约而同的瞅向我，这就差报上我的神域公民证号了。有些同学为我感到惋惜，但更多的则是觉得我罪有应得。毕竟上一次考核，班上有一半的同学因为我的打劫而没了考核成绩。面对这条条框框对自己的约束，我并没有太大反应，自己靠的一直都是自己的真正实力，只是班主任刘峰不知道罢了。一旁的张伟已经在暗中给我发消息，刘峰这么针对你，你说怎么整？整什么？好好进行考核就行，我会用自己的实力狠狠反复抽打他的脸。行，都听你的。等进入考核空间以后，咱们还合作。张伟尝到过甜头，自然愿意与我继续合作。这时蒋龙又得意的举起了手，这一次考核的奖励是什么？你还没说呢。班主任刘峰还没说话，就听张伟取笑的声音传来：蒋龙，没事，你别瞎问，你又拿不到。蒋龙听后猛然怒视张伟，张伟，我看你是皮痒了，你可别忘了上次考核你还可怜巴巴的求我帮你。张伟冷哼一声，那你帮到了吗？我怎么记得你上次考核是0分？蒋龙更加恼怒，张伟这是在往他伤口上撒盐。眼看蒋龙要动手，班主任刘峰赶忙制止，随后又在原来的规定之上加了一条：考核期间禁止携带武器，违者取消考核成绩。张伟听后直翻白眼，低声骂了一句：狗腿子！他的核心眷族黑铁地精就靠地精科技发挥实力，不让他带武器，难道让黑铁地精去肉搏吗？这显然是班主任刘峰在针对他阿伟，而且还是临时起意。班主任刘峰脸色铁青，明显是听到了张伟的骂声，心里盘算着今天一定要把我连带着张伟一块踢出班级。我则是带点诧异的看向张伟，平日里张伟可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怎么今天就像是吃了炮药一般，连班主任刘峰都敢对了？发消息询问我才知道原因，在昨天回去之后，张伟家就遭到了蒋家的警告，他家的商店被一群流浪汉给砸了。虽然张伟没有证据证明那些流浪汉是受到了蒋家的指使，但从那些流浪汉被带走之前警告张伟的父亲，让他管好张伟别瞎掺和的举动中，张伟猜出了幕后黑手。只是蒋家的人不知道，张伟的父亲张大嘴可是那条接出了名的吃软不吃硬，好商好量的话一切好说，但直接跑来砸他家店，那特么就玩到底，全家烂命3条就是干。张大嘴给张伟下达了家庭最高指令，必须给蒋龙惨痛的教训。如果张伟怂不敢整蒋龙，那等张伟回家他就得被他爹家法处置。在学校犯再大的事，顶多也就是开除，可若是不听他爹张大嘴的话，那下场可能就是断绝父子关系了。被开除可以再找其他学校，实在不行可以回家继承家业，可爹没了那就什么都没了。孰轻孰重，张伟还分得清。况且张伟现在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阿伟，在吸收了金冠后，他的神域核心同样提升到了10级。他爹张大嘴还出巨资买了合适的圣物，给他把神域核心装满了。这才是张伟现在胆气这么壮的根本原因。班主任刘峰努力平复着心头的怒气，才说道：这一次考核奖励很丰富，第3名一瓶纯净龙血，有一定几率让精英级生命体晋升到超凡级，并获得些许龙族的力量。第2名可在班级宝库里挑选一件2级圣物。至于第1名奖励是一个特殊建筑赤血龙巢，具有龙族血脉的眷族进入赤血龙巢内，能提升眷族龙族血脉纯度，并有一定几率发生生命跃迁现象，转化为英雄级生命体赤血飞龙。话音落下，教室里寂静无声。这下即便是那些和蒋龙没有矛盾的同学，心里也对他产生了些许不满。整个班级的学生里，只有蒋龙的无耻议论，这就导致其他同学得到了这次考核的第1名。拿到了赤血龙巢又有什么用呢？这第1名奖励明显就是专门给蒋龙准备的，综合价值还不如上次考核的1神性奖励来的实在。班主任刘峰并不在意其他同学的想法，他现在只想照顾好蒋龙，然后从蒋龙家族得到更多好处。同学们做好准备，考核马上开始。